好，我们来看到国际间大家都在讨论这场峰会呢落幕之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来，美日韩峰会这一次他们其实是讲，我们没有针对中国，我们绝对不是只是为了反陆啊。可问题是呢，他们也说了，他们在南海真的咄咄逼人呐。拜登就直接讲啦，说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美日韩三方要有一条热线，任何时候发生危机或影响的时候，我们马上要分享讯息，反对胁迫。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次开会说年度会议，也就是明年会再来。好，明年呢，美国要选举了。那如果川普回国之后呢，会不会有什么样新的不一样的可能的发展？好，有没有可能再次动摇三方的同盟关系呢？当然呢，他想要确定的就是这一件事先谈好，说大家都会选举嘛，那我们就是每年一次，希望把它给先定下来，才让美国呢在这一次峰会当中，站住脚步，告诉大家我拜登印太有在做事。也因此 BBC 又直接讲啦，这个叫做外交上面的一个高招啦。可是问题是在这一次的峰会，你也看得到，他们在提到中方的时候呢，基本上发言还是相对谨慎的，因为大家的战略目标、国安目标不太一样，所以呢，公开言论还是很少提到中国。那王毅先前就曾经提醒了日本跟韩国，在那一次的一个国际会议当中，他直接讲了，不管你头发染成黄色、鼻子变尖的，我告诉你啦。你就不是西方人呐，你为什么要做把自己好像呢就变得跟他们一样呢？你要知道根在哪里，这才是对的。那网友呢开始就会哭手啦，这样把这两张图放在一起，这代表着什么？当然这就不言而喻了。尹锡悦这一次呢，其实来到了美国，他也是算是这个背水一战哈。为什么？因为呢他在国内基本上民调没有那么高，而且呢他其实才刚刚面临复丧。但在爸爸一去世之后呢，他处理完后事，赶紧的就出发前往美国。拜登有马上的表达这个慰问之意，尹锡悦也发文说谢谢你，他十分的感动。但是呢，网友当然就会想问啦，说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还硬要去，这到底代表着这件事情，这个峰会是不是对你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目前看起来，尹锡悦他整个执政状况就是外交好像是重于内政，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最新民调呢，它的好评率大概只有38%，差评是已经过半了52%。那岸田当然也没有很好，里头除了经济问题之外，当然还有更多的就是大家对于他执政之后，你所做的那些承诺是不是完全兑现等等的疑虑。所以日韩双方内部各有各的问题。但是对外部的部分呢，他们一样的都选择跟美国站近一些些。至于呢，美国自己也有他们的利益啊，包括了拜登明年要选举，先前川普进了金正恩，好，所以他在朝鲜这边他也得要拿出自己是有办法解决，他讲话能够有力的，所以他也开出条件，说我是不设任何先决条件的，想要跟金正恩来会晤。但是呢，北韩这边是没有回应的。同时，南海这里呢，他也要开始来主动出击。9月传出他要去访问越南，要跟他签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协议，这里头呢就包含了半导体，还有人工等等的高科技 AI 等技术。当然呢，他也讲啊，说基本上呢，其实越南确实没有要跟我们结盟来抗中，但是他们很开心。其实他们想要跟美国这里改善关系，不代表要跟中国采取行动哦，但是跟我们靠近一点，其实就表示他的心有一些些在转向了。另一个他要得拉紧的是什么？除了越南之外，在整个南海里头，当然就是菲律宾了。好，现在呢，在中国海警的水炮攻击之后，菲律宾呢要再为仁爱礁这边部队来进行补给，有没有可能会有下一波的冲突？这个大家在看的。王毅呢，现在在泰国这里呢，他见了副总理之后，则是希望，东协9月初即将要开会了，是不是南海行为准则赶紧先把它给签下来？当然，泰国因为呢跟这个中方有非常多的基建合作，双方是都有来有往，也都很好一致的，所以呢，他们是说愿意来支持。可问题是，这里头王毅再次的说，他在这一场会晤当中强调，是东盟各国都应该警惕域外势力。这个域外势力说会挑动阵营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在9月初的这场峰会。
到底东协国家能不能达成一致的立场，接下南海行为准则？大家以为今年可以定了，但看起来变数还很多。回过头请教介大使怎么样来看？好，现在呢，美日韩峰会是直截了当的说，中国就在南海这边咄咄逼人。其实这个美日韩峰会啊，看起来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这个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啊。这个共同声明把它三边的关系，这个怎么定位呢？他说是一个三边伙伴的一个新世纪。他用这个partnership。你知道我们在国际关系上 partnership 是非常松散的，它没有任何相互的承诺，都是单方意愿的表达。那你可以做，你可以不做。那什么叫做比较具有法律意义的叫 alliance？这就是所谓的同盟。那这里面对三边的关系，美日韩三边的关系都没有叫同盟。所以这三个在一起不是同盟关系。他说里面有两组，美日跟美韩两个同盟关系，那个是这个三边关系有两个同盟关系，可是没有三边之间的同盟关系。三边同盟关系就要签一个什么？就要签一个。比如说协防条约，那像以前我们这个中华民国跟美国中美协防条约，它就是同盟关系，可是这个没有签，而且这种就是所谓的有法律拘束性的条约的话，他们三个人签了也没有用，各自要回到自己的国会，要国会通过才能够生效。所以这些讲了半天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口惠，没有承诺。你只要把这个所谓 statement。基本上就是一个共同声明。你回家以后，你说，我那段话我收回来了，没有就没有了，对，没有任何法律的承诺。是。那另外一方面，有关台湾的问题这边里面讲得非常的弱。那我觉得这个反映了就是不管是日本跟韩国，基本上对台海的问题还是怎么讲，还是很胆怯的，不敢跟着美国往前冲的。他的用语呢，他就是说重申。台海这个稳定和平的重要性，因为这是对于怎么讲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一个不可分割的成分。然后呢，又加一句，这句话加得很好，我们对于台湾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同时。我们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就是根本就是老生常谈。就原本他们的调话嘛，就完全了无新意。对，然后这个整个的会议没有产出一个具法律具负性的，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作秀为主。所以拜登常说：“哎呀，这个东西我走了以后，搞不好就没有了。这个不必他走，他回去睡一觉起来说。”那个话我讲错了，我不想了，就没有了。没有人会认真把这本 statement。我跟你讲，国际组织还有国与国关系这种所谓的声明一年几万件，1年几万。美国跟很多国家也签在这，签完就忘了。然后呢，下个月搞不好他就改变主意了，换一个总统呢，绝对就不算数。所以这个我是觉得雷声大雨点小，开一个很大的戏。那开一场做了演很大，可是呢实质意义很小，所以你看看这个蔡英文当局就没有拿这个东西做文章，因为实在拿不出文章来，好像哇中日本爸爸，美国现在加个韩国叔叔还是韩国哥哥还是韩国弟弟也关切台海没有通通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美日韩峰会我觉得就作秀居多。而且这场秀也没演好。那么最重要的是，尹锡悦在国内，韩国人对他越来越反感，觉得他只搞外交不重内政，国内搞得一塌糊涂，跑去外面搞一个这些唱一场空戏有什么用？
其实美国他们现在的战略上是什么？就是东北亚他们在斗哦。除了这个美日韩峰会之外，我们刚刚看到了嘛，拜登他说，我要跟金正恩见面，我不设任何预设立场、先决条件，我想跟他见面聊一聊。那当然大家也知道嘛，前一阵子中俄又再一次的这个海军的这个巡航了，所以呢，是不是想要把中俄朝给它拆开来？南海这一边说拉紧菲律宾之外，越南它可能9月也要去了。战略上头，请教司令怎么看？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日韩峰会哦，他们是变成一个这个同盟更强化了。这个东西，这个是客观的形势，我们台湾没办法插足。我们有没有参与没有办法参与，我们旁边只能在那边看戏而已。所以我要认为我们台湾的动作要积极一点，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没有作为。我认为第一个，我们主动提出来，我们是不是希望，既然台湾那么重要，面对那么大的威胁，我们希望美国赶快卖 F-35逆中战机给我们了，卖 P-8A 这个海神式的这个反潜侦察机给我们台湾呢？甚至买那空中加油机，我们台湾没有空中加油机啊。空中加油机，你如果是不卖这个 KC-135空中加油机，给我们这个 KC-46的空中加油机给我们啊，不卖也租给我们，我们跟他争取，不然我们好像一直被边缘化。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跟他争取，卖逆中战机给我们，卖空中加油机给我们，卖更新的反潜巡逻机给我们，要这个样子嘛，我们应该这样做。第二个，2024，今年是2024环太军演。现在是因为现在是2023环太军演是今年就要报名，对，因为明年2024就要环太军演。我们是不是赶快争取？我们如果环太平洋军演总共26个会员国，还包括另外还有6个观察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加入？台湾可不可以加入？如果台湾没有办法加入，没办法涉入，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军事上面是薄弱的，因为在同盟战力跟联盟战力，我们是不具备的。对，变成这个状况，那我们是不是积极争取加入？因为现在要就报名，因为明年就要开始参演，明年8月、7月到8月就要开始参演，我们是不是可以积极争取？第三个，我们是不是可以积极争取美国在台海周边，包含日本、韩国的这些军演，不管是肩并肩的演习、背对背的演习。还有鹰击系列的演习、马拉巴尔演习、红旗演习，那么多的演习，让我们台湾派观察团，让我们不要闭门造车，我们看一看这些他同盟国的他们这些国家，他们在演习的兵推做电脑兵推或实兵这个操演，他各个的参谋作业，还有演习的规划，还有火力的分配是怎么样的状况，让我们也来了解。我们不要只是看媒体而已，我们应该派一个。我们人不要多，带个5个10个去看他们整个作业，怎么情报作业、作战，还有后勤的补给的规划，怎么样去推展？我们要讲，我们当观察员就可以。如果连观察这个，那我们怎么变成正式的，能够加入美国跟美军一起军演？那这样的话，那他这样说，对台湾是非常的关心。但是我们从这几个动作、几个数据，或者是几项的这些演习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参与？可以对美国做测试，向美国争取。美国如果是打假球，他就跟你呼应了。如果玩真的，那请你来参加，请你来观摩，请你来见学，这样让提升国军的战力。我认为这比较实际，不然光说不练，也是变成天马行空了。是，来请教彬哥。我觉得美日韩峰会显然就是拜登想要逼着日本跟韩国跟他进行一个对中国大陆围堵的这样一个联盟。可是日本跟韩国不敢走得这么快。因为他们对中国大陆还是有所忌惮，也不想这么明摆的跟中国对着干，所以就到最后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什么也不是的这样的一个奇怪的一个所谓的峰会。那这个峰会就像刚刚介大使讲的一样，也没有达成任何新的东西出来，也没有加强了任何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随时大家都可以反悔。那请问一下，浪费这个时间去开这个到底目的是什么？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我觉得他这个举动反而会让中国大陆对美国的疑心更重，因为你摆明着就是要找人来对付我，对，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对美国的态度也是越发直接。你看王毅现在很多话，他过去会讲的相对含蓄一点，他现在就直截了当讲，他就直接摆明了，看起来就是美国就是在对付中国大陆，所以你们日本跟韩国，他就直接说，你们再怎么样，你们也是东方人啊，不要以为这样的戴个假发换一换，你就变成西方人，你不要去当人家的走狗。我觉得他的讲法已经非常明显了。那尹锡悦呢，我一直觉得就是他显然搞不清楚现在韩国人真的需要什么，也就是韩国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对，他们国内的经济状况非常的糟，你应该要做的应该是赶快去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啊。可是他好像没打算这样做，好像也束手无策。
然后呢就只会一直跟着拜登在旁边转来转去。你想想看，光是最近这半年，今年这上半年，他到美国跟美国之间往来多少次？好，然后没事要跑去白宫唱歌啊或干嘛的。那他以为这样子就能够获得韩国人的支持吗？我想非常困难，因为当大家都吃不饱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支持你啊？所以他的支持度一直在低档这边盘旋哦，没有办法拉上来。不管他在外交上，感觉上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实际上这些事情对韩国没有什么好处啊。特别是现在日本马上要排污水，然后尹锡悦既然一副没有打算要反对的样子。那你叫韩国的民众怎么办呢？韩国民众怎么可能这样支持你呢？所以我觉得尹锡悦持续这样搞下去，那当然因为韩国总统没有连任的问题啊，他可能当一届就可以直接解决，也不能再连任。可是问题是，接下来他自己的政党恐怕整个都很难获得韩国民众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尹锡悦这样乱搞，其实对他自己跟对韩国都没有什么好处。那所以东南亚这一块，现在我觉得已经变成中美角力的新战场，是因为美国把整个关注度都在东南亚这个地方，还有南海这个地方，他一直企图去煽动，包括周边的国家，包括菲律宾啊，包括那个辽国啊，或是柬埔寨啊，这一些一个一个，希望他们能够跟中国大陆反。那现在就想对越南下苦功，可是问题是，越南之前是被美国搞得最恶劣的地方，他跟美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他怎么可能对美国会放心呢？他当然希望能够改善跟美国的关系，主要是为了经济上的元素。可是你说他要跟美国结盟来去对付中国大陆，我觉得美国人真的是想太多。好，到底有没有可能这美国呢，在东北亚这边，在南海这边各自有动作，最后真的会完全如拜登所算计吗？我们先进广告。好，明天呢，星期一，在明天这个工作日的时候，美国当地时间，拜登呢说他要来到贸易岛这里了啊。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是因为这边真的是太让人看了触目惊心了。好，目前的这个野火呢，说还一度威胁到美军的超级电脑，还好的是后来没怎么样了哈，全面都还是在运作的状态当中。但是现在死亡人数呢，这个是已经确知的死亡人数破100人了，114人。可是我们先前也讲过了，基本上哈这一场火灾，因为当时的温度太高了，然后整个这个风速啊等等的问题来得太快了，那所以呢，现在还有非常多人基本上是失联的状态，甚至呢身份不明。这一场火警，他们就讲，其实不只是天灾，更是人祸。好，最主要的原因呢是现在发现了，说在欧胡岛附近呢，其实有驻扎了4万名的美军，是直到火灾发生第3天，美国国防部才动员现役的部队来因应协助火灾。大家就想问了，距离这么近，到底为什么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来投入救援？如果第一时间他们投入的话，是不是状况会不一样？还记得2005年 Katrina 呢？那个时候的这个飓风，到年初的独列车脱轨事故，再到现在的这一些夏威夷的火灾，其实大家想问的就是，到底这灾难美国是怎么样来看待的？还是说，防灾设施，当然啦，你要说这一些国防部国军，这个是拜登的职权，州长呢只有国民军而已。州长跟中央，联邦政府这边彼此会在这边又开始推责任，就跟当年的 Katrina 一样吗？那你们这几年的长进到底是什么？还说其实他们当地的供水公司曾经请求抽吸水救火，但是却被官员给延误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呢，才得到批准。可是呢，当时的这个整个系统的操作的人啊等等都已经离开了，所以那个时候后来也使不上力，即便都已经通过了，国会之间呢，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还在角力什么？角力这个急难拨款。好，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呢，基本上大部分都对于这个援助持开放态度，但是要给多少提案过关呢？说这个困难性还是蛮高的。都已经这样了，到底他们政治在心中跟人民在心中比例是各占多少？基本上呢，到目前为止，你看到了拜登呢，他虽然也已经讲了，说我第一时间不去是为了不要阻碍救灾，但现在还是不得不去。但是呢，这件事情同样的，先前呢跟习近平骂人家什么是 TikTok 是定时炸弹，现在又说了没有啦，其实我们也是好朋友，我希望能够延续巴厘岛相关的对话啊，只是呢美国的出手
不会因为我想跟他对谈而缩手，因为现在呢，防止核扩散，美国要扩大的管制核能相关的物品出口到中国，同时呢，太阳能板的部分，他们现在也发现了，因为呢，对美国对中国这边的太阳能板会有相关的管制，所以呢，它会先运到第三地，然后再运到了美国所谓的习产地。好，这样的一个举重呢，这个美国现在发现说要课重税了，从明年开始，哇，这关税很高哦，254%的关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还有文化上头的。以往呢，就看到很多各地都有孔子学院，现在呢，美国媒体讲这一些哈，就是对美国的认知作战，所以呢，他们基本上现在已经对于美国所设立的孔子学院开始长期的在管制、在了解，所以已经数量从100多家变成了12家。可是他觉得这一些的所谓文化影响、认知作战的势力，还持续的在美国这边。根还在，没有完全拔除，这可能是他们接下来会动手的一件事情。至于中美洲的议会呢，明天则要讨论排台纳中案。现在美国呢，他们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就是说，他们的美洲大陆在南美这一边，甚至在中美这一边，会不会受到了影响？他们现在呢要持续的来讨论。同时，阿根廷，我们先前已经讲过了，有可能从左转到右，靠美国近一些些。现在呢，他们这一位领导的往前，这个所谓的民调领导的这个候选人呢，他说他不想和北京做生意，看起来有机会在10月当中胜出，但是这代表着是什么意思呢？是整个在南方共同市场这边，本来呢大家都一致的向左转，可以跟中方做生意，可以跟中方呢好一点点。现在有可能稍稍方向盘转回来一些吗？回过头请教介大使怎么样来看这个贸易岛的野火，说一度甚至还威胁到他们的超级电脑。对，这个贸易岛这场火烧出了美国这个政治丑恶的面貌，就是说政治人物居然在这件问题上互相推诿责任，从来没有说互相合作来解决灾民，来这个救火的。而且发觉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和发生当中有很多不应该发生在美国这样非常先进自认为体制优越的国家。那比如说他呢有400根这个警告的这个桩，结果没有一个响是，就到了最后追查问了那个负责人，他说我不能用因为我用的话，人家说海啸如果海啸也是用这个，人家会以为是海啸来往山上跑，这样更全部烧死。那后来人家讲说，你那个 SOP 里面你就有一项你要发警报的，就是火灾那你根本就没有照 SOP 做是，所以那官员就跑掉了。现在又发觉这个抽溪水救火，这个根本不要核准的吧？火那么大，你就这些承办人就可以就做决定了，人命关天嘛。那哪有说这些，比如说救火队或者说相关的救灾单位或相关单位，什么都这么官僚体制吗？美国不是号称有效率吗？怎么这个人命关天的时候最后还请示，最后时间不及，然后呢，这个同意下来以后，然后怎么样？那个人已经去自己就救灾了，负责人都不在了。对，所以就没有办法调度额外的用水你扑灭火灾当然要水水上不来。要水没有，要警报没有，最后要救助的时候，然后呢，现在说，你那个州长应该先调国民兵你不调国民兵的话，我没有办法调美军这什么规定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如果变成如此的官僚、如此的僵化的话，这国家没有希望了。可是这个现在都发出来，可是问题，美国社会现在只会追究责任，只会互相推究。他也去检讨这个国家生病生得多严重嘛？官僚主义、僵化还有还有很多这些推政治人物只会争功，不会怎么样争责任。到现在拜登还没去了，对不对？快了啦，已经烧光了，快了，烧他才要去。然后请问一下，美军在夏威夷的驻军到底动了没有？我们不知道。然后人家说他只发了700块钱，一个人发700块钱。人家说拜登不晓得他今年已经送给乌克兰是几十亿上100亿美元。他这个总统到底是专门打仗用的，还是跟国内是摆设那摆明就摆设他也说我去的话，
对救灾不利，对，那你不就是摆设吗？你不必去啊，你下个命令给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就给美军的印太司令部，就说你派救火飞机去了，对不对？这种各种这个救灾的，你这个陆战队啊，这种快速反应部队立刻就去了，是各国都做的、啊，这个在我们台湾呢看来是个基本动作，简单至极，他只是动一张嘴都不动，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可以说现在是什么？完全失灵，然后还要管别人，问题就是说我们还有人天天相信美国，我们有位赖的候选人，对不对？还不准以美，请问一下，这种国家你不怀疑的话，你完全相信他的话，那你下场跟那个毛衣的这些美国公民一样嘛？是，来请教一下司令。对，这一次美国的贸易岛的这个死亡人数114人，可能还会更多，因为有失踪的人后来发现死亡，所以他会往上加。我认为这个美国少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军队就算没有超前部署，美军也好，或者美国的国民兵也好，它是第2军种一样可以去在这边，你没有超前部署，但是抢救可以来参加，而且大岛夏威夷大岛跟火奴鲁就在贸易岛旁边，而且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就在火奴鲁，你直接就是下令，马上就是驰援。我们国军会超前部署，那是因为台风它会有预报，你火灾没有办法，火灾我可以抢救，没办法预报。你这个国民兵跟美军为什么没有出动？问题是第一个，你这一方面的这种警觉应变，还有这种参与不够。第二个，美国的空中灭火机非常多，美国的747改装的那个灭火机一次载72公吨的水。72公吨的水大概是7辆救护车，就救火车那个，它一部飞机抵7部，而且我们知道贸易岛1800平方公里，非常平坦，对，最适合飞机。如果它崇山峻岭，我飞机没办法进去，因为会撞山，它非常平坦。你这个空中灭火非常方便，而且美国除了这空中灭火之外，它还有直升机灭火机，还有C-130这种改装的灭火机，空中一载它载20公吨的水，747可以载72公吨，所以其实很全面。对，这一全面，它这个水一洒过去，你知道空中它平坦嘛，那一洒过去，整个一个面过去了。你看看这个，他都没有去做那么多的空中灭火器，而且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这个我们有太平洋空军，还有美国太平洋陆军，它的陆军的航空队就有直升机，它可以这样做，就是我们讲第三个，它可以做撤离，垂直你是没办法了，你海上没办法船靠近，它可以垂直去救，就跟我们的海鸥S 拐洞，还有现在的叫做B234，还有这个。BC225还有黑鹰直升机过去载人，这一飞机载10个20个就出来，在最紧急的情况可以这样，他也没有做，直升机没有派，你空中灭火机没有派，你这个直升机的垂降去做紧急的搜救也没有做，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些失踪人就会少。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我们就知道，就是他没有做一个我们讲的防火墙，火灾发生了防火墙，这个防火方阵做出来，是你这样的话把它做隔离，先做切割，再做区隔。他也没有做，3件事都没有做，造成这一次这死亡人数100多人。好，国内这些呢他没有做，但彬哥他国外还做蛮多的特别就是什么管制对中国出口，现在再一次的要扩大管制的是核能相关物品的出口。所以很显然嘛，对拜登来说，贸易岛死的这些人不是很重要的事啊，因为你看那个时候他还在度假，结果记者跑去问他说你要不要去贸易岛看，他说他正在考虑，然后就骑脚踏车就很悠哉的就过去了。所以显然他认为贸易岛这一场大火，美国人死了这么多人，实际上绝对不止100多个人死，因为目前失踪人是上千人，所以那失踪的大概90%大概就是已经罹难了，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灾难，可是拜登显然不当一回事，我觉得他并没有觉得很严重，所以之前才会传出来说每个人只补助700块美金，700块美金到底要干什么啊？我都不知道，这些人烧到家都没了，就像他要怎么活下去？你光给他700块美金，所以显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里是夏威夷，那因为住的大部分不是白人，所以他觉得无所谓，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这听起来蛮恐怖的。因为当初卡崔娜飓风发生在纽奥良那边，为什么？因为那边大部分是有色人种聚居的地方，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你们觉得无所谓？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心态。那可是显然他把他自己的重心全部放在对付中国大陆这个上面，可是。对付中国大陆这个上面，我觉得拜登做了这么久，他还没有发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嘛，就是实际上他做了这么多，中国大陆有没有受伤？有。
哦，所以在国内选情如此，国际上来看看东南亚最新的几个最新局势发展。菲律宾现在是表示全面抗中，哎，有没有参与演习？在这种有点矛盾的措施里头，来看看仁爱早教这里的双方中非的这个一些军事上面可能的紧张关系。菲律宾军方表示，我们将再次为驻守在仁爱礁上的部队提供补给，这是正当权利哦。小马可斯也宣布，菲律宾跟日本的关系现在发展到了包括防务所以过去菲日两国在贸易、发展、投资方面的互动时代变了，他们现在增加什么安全？国防问题，这跟美国交办的有没有关系呢？那么美日澳各派大型舰艇要在南海练兵演习的这个消息，其中美日澳都来了，菲律宾传出他没有要参加，那又是为了什么呢？这不就是为了要向菲律宾派遣这个配载机的大型舰艇在南海演练，牵制中国声援菲律宾的吗？那菲律宾自己不参加，那菲国表示，因为他的舰载机太大，菲律宾的军舰飞行甲板没有办法接纳所以以技术理由啦，说决定不参加啦。当然，昨天有来宾说是其实怕秀不出足够好看的军武。有一个分析报道就说啦，这个理由有点瞎。为什么？因为菲律宾呢向南海买了总价93亿台币的2艘2600吨级的巡防舰黎沙号，这当中所配备的这个相关的设备里头呢，就有垂直发射系统，也可以搭载一架 AW159的野猫直升机，所以说是没有办法搭载，所以不参加。这个理由被媒体分析就说根本不成立，所以什么心态、什么算盘呢？当然只有菲律宾最清楚喽。所以拜登现在要打东南亚的这个牌的时候，拉拢的还有越南。除了他接下来要到越南去访问之外，美国卫星影像公司星球实验室也公布卫星照，说解放军正在南海的西沙群岛这里新建600米的跑道，要供螺旋桨的轻机、无人机起降，可能是军事用途。越南外交部认为这会使南海情况复杂化，不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但9月访问要跟越南签的战略伙伴协议又是影响什么呢？包括了军事合作、美国武器的供应又来了吗？那泰国呢？王毅中国是找泰国去站队吗？王毅跟泰国的外长会谈，呼吁要推进的是南海行为准则。泰国的外长董恩说，支持东协、印太展望跟“一带一路”的倡议对接，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合作、稳定之海大陆的外长王毅说，中泰一家亲，中国希望跟东协各国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当然，美国买不买单呢？但是时隔了10年呢，陆泰的陆军联合训练突击2023要开训了，中泰又开始有200余名参训官兵参加联合演训，通过呢两军交流，进一步有中泰的军事合作。泰国的企业也借中国的广交会要找商机在军事上还有经济上都有合作。但是泰国对中国的态度呢，还是有很多可能的变数在其中，包括呢在皮塔无缘总理大位之后，最年轻的这位参选人第2次提名又被驳回，现在马上要进行第3次大选，却在这个时候呢被形容叫做王者再临，什么意思？好像电影的名字这位过去曾经政变被赶下台、流亡在外的塔信。又准备回国来，被传出来马上就要回国，而且在大选当中可能扮演角色，也对于当地的选情产生了变化嘛？亮哥怎么看在东南亚的局势变化？我觉得菲律宾周边会比较不平静，应该会一直延续到9月5号、7号因为9月5号、7号要开东协的峰会。那站在美国的立场，他当然希望菲律宾能够成为苦主嘛，就是去东协峰会抱怨中国这样所以你看那个拜登东协峰会他不去，可是他要去越南然后他去越南又是要签那个军事合作协议事实上，日本已经表示他未来可以出口武器了，那他目前最可能出口的对象就是菲律宾跟越南，这个基本上还是跟美日同盟是搭上线的。就这2个国家在南海比较有可能跟中国大陆有不同的意见可是坦白说了，就是菲律宾跟越南也急需要经济上的发展，而且今年这个越南这个新的总理范明正
它事实上跟中国大陆关系是比较好的啊，所以我是觉得越南大概会拿捏的比较好了，不会像菲律宾这样啊。那菲律宾我觉得事实上它内部已经开始有不同的声音了啦。你看到杜特地，那杜特地上次菲律宾有人上街头表示说，你不要一天到晚都搞军事议题吧啊。可是9月5号之前，仁爱礁这个议题还是会继续运作啦。所以去投粮食跟水，我认为中方不会阻止啦，你只要不要运建材上去就好了啊。那粮食跟水是人道问题嘛？那至于这个小马可是不是想通了，决定要来跟中国，因为他1月就去了北京嘛，那中国也答应了一大堆基建的计划，那结果到现在都没有落实啊。那你可以去看东南亚其他地方的发展嘛。比如说中老铁路盖完，现在已经跟泰国在谈要拉到曼谷，啊，那拉到曼谷之后呢，现在安华在马来西亚上任，那安华也希望能够从曼谷拉到吉隆坡啊。那本来这个吉隆坡到新加坡那一段，新加坡坚持要新干线嘛，那吉隆坡认为要用中国铁建，我认为现在就是新加坡搞不好也会让步，因为你通通都是中规了嘛，所以。这条泛亚铁路的中间这一段线啊，事实上未来2、3年进展的机会是蛮高的。那另外就是印尼亚万铁路10月1号要通车，所以你菲律宾刚好夹在中间嘛。你看中南半岛中间那条泛亚铁路，人家都已经陆续在成型了啊。那印尼的亚万铁路10月1号要通车，那菲律宾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认为小马可是不可能这样一路这样干下去了。一个国家不可能整天到晚在谈军事吧？不可能啊！这一般的老百姓又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所以我认为大概就是东协峰会之后，它可能会慢慢调整啊。那其他在越南啊、泰国啊，尤其泰国的选情好复杂哦，一直在变化当中，要第3次准备投票了。菲律宾这一次不参加美日澳的军事演习，当然是政治原因了，不是什么军舰行不行的问题哈。这不要骗别人，为什么？因为今年的4月28号，美国跟菲律宾才举行过一次规模超大的演习，而且小马可是亲自出席。是。那怎么那一次军舰没有问题，这一次军舰就有问题呢？就像说平常都好好，怎么突然间感冒，就是政治性感冒。换句话说，菲律宾觉得说这次参加这一次演习的话，应该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压力，而且那个军舰基本上有的澳洲、有的日本就会更加的敏感。如果单纯美国问题，大概比较不大所以我想菲律宾在这方面也在琢磨。那仁爱礁的问题啦，是互相给对方出难题。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操作的好机会，让美国有机会破坏南海行为准则，这是美国不乐意看到的。美国喜欢说中国大陆一直困在了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里面，那南海行为准则就等于是帮南海仲裁案解了一个大套，他当然不希望。所以两方面你要把它看作这是个中美斗争在南海的延续啊，包括说越南的问题啊，包括中建岛的问题啊，如果不在这个大架构底下，不太容易看得懂哈。有关于泰国，它在南海的争端是最少的，因为它基本上就是支持南海行为准则，保持跟中国大陆的友好。那他们现在呢，虽然刚才有亮哥把泛亚铁路讲得很清楚，但泛亚铁路是传统铁路，泰国现在跟中国大陆说，那我们再合作盖一条高铁吧，因为他看到亚万高铁这么成功，他也要啊。那越南当然现在是要不到，因为越南是说他被日本亏空那一部分钱也要算进成本里面。那中国大陆说哪有这种包生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卡在那边。但是美国认为它有机可乘所以越南本来就是会比较属于这种希望两边都得利的一个国家泰国其实不管怎么变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会维持一个蛮温和的一个状况那泰国的这个整个政治状况，有军方势力，有改革派的势力，有传统势力，外界都看得眼花缭乱。但是显然的，军方也希望妥协，所以目前为止，他就把这个比较激进派的皮塔把它背隔在外，然后也接受了那个塔信回泰，那来操盘，找另外一个房地产大亨来接班
所以表示说初步已经就泰国很有趣。政治变化很快，很激烈，可是很容易妥协，很容易缓和。一下就没事了。哦，这是一个标准的佛教国家，大家不用太担心。真的是很特别。没错，非常特别。哦，所以到底塔信回去会影响什么选情，也没有人知道了。教授，非常有趣哈。现在就是说塔信他回去的那个时间哈，刚好也就是泰国在进行投票，所以这个里头哈非常一个关键的事情就是说，到底塔信能不能顺利回来，跟这个两党能不能合作？因为现在就是说塔信的这个政党叫做卫泰党，它最早叫做泰爱泰党，后来改成叫人民力量党。然后当时都是军方杯葛他，军方第一次发动政变把塔信赶走了。然后后来呢，这个他成立这个人民力量党，又被法院裁定他这个违法，就没有办法继续存在。然后后来就他的妹妹这个银拉塔信的妹妹担任这个首相。然后呢，又是被军方政变给推翻了。那现在他们两个终于这个兵士前嫌，然后呢能够携手合作。那关键就是说，他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就关于形成政府上，因为最后军方发现到说，新出来的这个前进党可能对他挑战更大，对他更具有这个颠覆性啊。所以他们两个携手合作，那当然关键就是能不能让塔信回来嘛。他们合作比我们容易多了。我觉得这个你也可以看出来，泰国人是很有弹性的哦。虽然他们这个吵了将近20年，结果现在居然可以携手合作。那这里头还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卫泰党啊，一定需要军方的这个所谓团结泰国党来支持，因为他控制了参议院那250席那个不用选举的。所以如果他不同意是没有办法，这是为什么他之前能够杯葛那个前进党。那现在当然他们一定谈成了某种条件嘛，就是不管在职位的分配也好，或其他方面。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军方过去一直是保皇党，那他是说不能够有任何这个侮辱这个国王啊、皇室的这些言论。那现在塔信当然过去是因为这个问题也构成他推翻塔信的理由。那未来塔信回来，他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哦，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只是他回来，而是回来以后他怎么去处理它。那当然还有军方当时推出来有一些案件，就是说塔信他这个，比方他的家族、他的公司跟新加坡这个电信公司的这些合作案，那这些案子到底你还要不要继续追溯？这些其实有蛮多的一些实质的案件，其实恐怕等它落地了以后才看得出来。但是他们两个其实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跟中国大陆关系很密切所以这个说不定是另外一个双方找到的一个共同的这个利益。好，来看看我们昨天节目里面也是国际上非常关注的，就是史上第一次拜登邀请了日韩2位领袖进到了大卫营，共同发表宣言，宣告他说是3国伙伴关系进入了新时代。那么共和党也说这场记者会跟拜登也是一堆失误，所以是余波荡漾当中是有失误的，不知道要请谁发言啊，称日本首相为总统啊，离开时候忘记戴耳机啊，还没有跟其他人握手啊等等。昨天有些画面的确也引起了在美国媒体方面的一些这个解读。先看看拜登他这段画面。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both of you ahead. Now I will yield to who am I yielding to? Distinguished guest,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We needed the voice of God to tell us that. 失忆神救援，他忘记尹锡悦的名字啦，真的是有点尴尬他还甚至他也算幽默了啦他转了一下我们需要上帝的声音来告诉我们，这真的很尴尬因为过去拜登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例子他把总统的大名尹锡悦喊成了文在寅，那是出访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还有拜登每次见到尹锡悦都被说是出糗了吗？比方说尹锡悦以兔崽子来称国会议员，美国国会议员那些话那群兔崽子要是没过拜登那张该死的脸往哪里摆等等这些失言风波，幕僚还解释了半天，还记得吗？这是发生在2022年9月的事情。那总之呢，现在这个3位领袖站在一起，经济学人分析，到底是正向看待，还是实质的有一些合作，还是真的是
更让中方、俄方担心的所谓小北约的概念呢？那个经济学人的分析师认为，美国极力拉日韩来抗中，但是三方是有距离的，尤其是日韩之间的猜疑仍然很深，所以美日韩靠近还有限度啦。日韩彼此猜疑的情况之下，二战之后日本的宪法又让他很难加入新的正式同盟，因为法律所授权的权限有限，所以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对南韩还是具有争议哦。只是说跟日方可以分享一下情报啊，看起来南韩民众就已经不接受，因此在民调上面啊、舆论上面就有很多攻击，所以日韩都抱怨美国的贸易政策，尤其南韩更不愿意疏远中国，这个当然是各自的经贸利益在当中了哦。但是拜登在美国的抗中手法却没有停止，包括又有最新的喽，又要再击出口限制，连核电厂的材料啊、零组件这些，在销售到中国之前要取得许可，就是说许可制的话，一旦是这么做，美国核子管理委员会就说啦，要确保物品只会用在和平用途，不是用来扩散核武，这怎么认定哦？那可能就变成 case by case， 到时候可能很多就不准许喽。路特社也说要切断中国强迫劳动供应的汽车零组件，明确要求国内的汽车厂商必须有证据啊，证明供应链跟中国维吾尔族劳改营无关，才能够通审过关哦。所以不管汽车零组件还是核电厂零组件，可能都会加以限制喽，甚至指控中国制的太阳能板输到美国去哦，是透过转了一手到东南亚公司加征关税，然后再躲过反倾销关税，现在也在做一些措施了哦。所以怎么办呢？美国的这些所谓的倾销防堵中国的措施里头，有一个比较夸张一点的分析报道是 Politico， 他说啊，中国经济现在陷入困境，北京希望雷蒙多伸出援手，真的吗？这位反中大将。雷蒙多是美国的商务部长哦，下周就准备要进行北京的访问。那么在 Politico 的分析里面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正在恶化的时候，所以他可能会听到中国提出前所未有的请求，帮助应对陷入困境的中国。来，北京会希望他伸入援手哦，真的吗？好，另外德国的研究报告说，中国制造在欧洲的市占率却是攀升的，德国的冠军地位不保，而韩国30%的进口商用车呢，都是由中国所制造。这对比就可以用实际的资讯来看看，到底实际状况如何呢？亮哥，这个 Political 这个新闻我是质疑啦，因为北京现在跟 Raimondo 能够给他的好处只是取消制裁啊，可是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不是出在制裁啊，它是出在房地产，真的啊。房地产这个是流动性出问题嘛，所以他以前杠杆做太大，所以流动资金出了问题啊。所以以前发债的啦，现在就很多债要展延嘛，要重签呐，所以大概就是碰到这类的问题了啊。那这类Raimondo能怎么解啊？难道你要开放让他们来买房子啊？所以我实在是这个美国有很多新闻哦，坦白说啦，都是有一些人啊就觉得这个反中题目可以吸引眼球，可是有没有后续发展真的不知道。比如说今天又传出这个新闻啊，中国制的太阳能板，那本来透过东南亚的5个国家嘛，那本来拜登说他不罚，是，那现在又传出来了，说要加关税啊，那可是呢是明年6月生效，那这是在干嘛啊？搞不好到时候又不征了，我就是很多类似这种东西啦，你知道。我很少看过有一个说我们要加关税啊，明年6月开始算。我真的很少看过这样的哦。美国很多都是立即实施啊，哦，比如说他如果那个反倾销，他有时候对中国大陆是加200%以上啊，都是立即生效。那这个不是啊，这个是明年6月生效。那这个是要干嘛？这个就表示拜登他有他的自己的利益了，因为他最大的政见就是气候改革嘛。所以你自己也在推绿电呢，你如果不买中国的产品，那对不起啊，3倍，你的成本变成3倍，那你推得动吗？那拜登希望有这个政绩啊，所以我觉得美国有很多东西可能都会卡在这种地方啊。这个我们事实上也看到，俄乌战争就一大堆例外啊，比如说波音公司钛金属继续跟俄罗斯买啊。
美国的核能电厂就是继续我们讲的那个小型反应炉了，还是跟俄罗斯买核原料啊，他都没有去制裁啊，没有啊。所以坦白说了，就是有一些就是有人喊个话啊，那你就以为他真干了，事实上不一定真的干啊。比如说去年也是嘛，说高通你不可以卖给中国芯片啊，那结果他就用个案豁免，让他一个一个逐案去办听证嘛。结果高通去年被豁免的高达90%，那可是10月半导体制裁之后，就是去年10月21号开始，那高通生意就开始不好做了。所以你看美国现在搞出这种体制啊，这种体制事实上就是造成政治人物有很多介入协调关说的空间，你知道吗？就是美国的企业现在要跟中国做生意啊，动不动就有一个不确定的管制又来了，没错。那到时候我就要拖人家去讲啊，所以从川普到拜登这几年来当美国的国会议员真好啊，好棒棒啊，哦，这个就是大家都有关说的材料吧，就变成这样啊，哦，比如说你管制中国700多家企业啊，那管制有的没的啊，那国会议员去吵一吵了，搞不好就说不然我们开个听证吧。然后就开了一个缺口，这样啊，这个我不知道美国这样搞啊，它到底是不是还是一个自由市场的国家了？看起来已经越来越回头路了。实际上，我坦白说了，现在到底谁比较遵守 WTO， 谁比较追求自由市场，恐怕都不是美国哦。那只要扯到美国跟中国有关的，大家就觉得这里面可能会有坑啊。那你做到一半，搞不好就掉到坑里面去了，就会变成这样啊。所以不确定性就变高了，所以供应链变得不确定嘛。所以为什么成本会增加啊？不确定也增加啊，就这样啊。的确哦，对于全球化的企业来讲，都是重大的冲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些公开场合让大家有点尴尬的场景，大家已经都习惯了。但这一场美日韩大卫营史上第一次的峰会，致辞的时候啊，拜登刚刚看到画面，他又出了点状况，在美国媒体又成为一个批评取笑的焦点。博源，美国总统拜登已经80岁了，80岁的老先生难免会有失忆的状况哦。他的状况不如这个巴菲特，也不如川普。这个现象是一向会发生哦，我们不用太意外。我们怕他的是跟其他美国人啊，因为反中反倒会失智，这个就比较严重一点哦。比较 political 写这文章应该很年轻的朋友写的嘛哈，他竟然会说，哎呀，雷蒙多可以对中国经济伸以援手，美国经济成长率不到2%，中国大陆超过5%，然后那个2% 呢，可以对5% 的伸出援手，那5% 以上的要对2% 以下的要求求助。这个经济逻辑又想不通，为什么美国 political 都写得出来？这显然实在是失智并发症的一种啊。其他的更不用讲了啊，比如美国说要在对核电厂跟零组件销中要做这种限制哈，然后太阳能要找个理由做限制，汽车零件也要找个理由做限制，好吧，通通限制。可是问题，这些中国大陆这些产业都不需要美国的零组件啊，美国零组件也不是这方面的大宗出口物品啊，它在法国、在德国到处买得到，何况中国自己做的也更多啊。所以我不晓得他们脑筋到底在想什么哦。而且如果这个刚才啊郑亮兄啊那很君子式的揣测成真的话哦，我可以有更一个难听的叫做 rent seeking， 就是经济学的术语叫做租金追求，就政府伸出手特别管制什么东西，那你们就要来拜托我们这些政客，那我开一次公听我要收多少钱？因为你要找公关公司来付钱嘛。那这个难怪美国的参众议员前段时间有人统计过哈。只要干过6年以上的众议员哦，财产可以加1倍。那如果干过这个1届的参议员呢，马上就加1倍。所以原来好处这么多，限制这么多，许可这么多，听证这么多，有这么多好处，那难怪啊，这个当美国的参众议员是一个获利很高的行业。那这是美国政治的腐败哦，这不是个自由的市场。
那扯到了所谓的中国的卫星，这很正常啊。中国的卫星当然全世界跑，跟美国卫星全世界在跑呀。中国现在在台湾周边这个军演，美国的卫星也好，各种侦察机也好，都会过来，这是一个军事上很正常的，没什么特别好提的。当然，美国反中最好笑的是说要关掉孔子学院。我看那个孔子学院讲的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唐诗宋词，我不晓得这个会对美国有什么伤害。还是会让美国人觉得，哎呀，中国是一个文化底蕴很浓厚的国家，值得尊敬的国家，脑筋里面不会只想到新疆劳改营，或想到这个什么种族灭绝，是不是这样子的？我是觉得一个美国人的体制不能够正确的认识中国，吃亏损失的可能不是中国不要把孔子学院这个当作是一个中国的认知作战这个未免会想得太多了至于中国的工业不断的在各地攻城略地，尤其是汽车，因为工业化第一代是电脑嘛，第二代是手机嘛，第三代的汽车嘛。那现在中国弯道超车，在汽车会攻城略地，这个是美国急起直追的，而不是整天想要防堵什么漏洞，那个是失智很严重，加上失忆那这种各种对抗跟围堵里头，还是有拜习会想要见面的喊话，真的是很好奇，到底有没有办法成型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方又祭出了最新几项尤其是有些还在草案，有些已经发布的要抵制中国产品的，包括了核电厂的产品，包括了汽车零组件，包括了太阳能板。教授，其实这个太阳能板的问题牵涉蛮广的，特别可能会伤害到美国在东南亚的朋友那比如像说这次